志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一路追赶美国，我东升西降什么？所以当今天美国 F-35很强了，大杀四方，太帅。中国说我们有歼35，想说齐名嘛，就没有，差太多。你歼35现在被爆出来什么？你升空之后只能飞7分钟，你没动逃啦。魔动桃实在是对我们这个年纪的男生实在很敏感哦，尤其是你像东升西降，来比较一下东西。东方看看中国的这个解放军，他们这个沈阳飞机公司啊，设计公司他们所出的这个歼35，他说什么？我们世界第一。它的对标就是你刚刚讲的美军的 F-35，对，的确说很多的是个世界第一啊，包括之前不是讲说，哎呀，世界第一款这个可以从航空母舰上面的电磁弹射。第一款能够这样子起降的这个战斗机就是这个歼35，而且还是第5代战斗机当中的这个逆中战斗机哦。那尤其你看它号称的配备先进雷达技术，包括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AESA 雷达，还有光电分布式的这个孔径系统哦，以及一体化的这个座舱显示器，有很强大的资讯感知，这个跟它的一个网络作战的一个能力哈。但是真的像他们所捧的这么强大吗？有这么多的世界第一？那当然啦。今年1月6号的时候，也有这个拍到说他们试出了这个试飞的画面，绿皮机，这个就表示说，号称今年它要全面试飞，它的一个这个开始启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之前央视啊，他们的这个官方喉舌也释出了一段模拟的这个画面，这个是他们模拟电磁弹射的状况。结果没想到，你看到这是歼35吗？不是哦，这个电磁弹射的尾端，它模拟的战斗机机型竟然是用歼20啊！你不会觉得奇怪吗？你不是要推的是歼35吗？对啊，你不是要对标是 F-35吗？你拿什么歼20出来？你现在不断的在试炼这个。歼35，你对标 F-35，你照你说歼20它是对标 F-22嘛？那你应该是用这个歼35吗？当然有大陆的军事专家，还有他们的这个军事博主就有在网络上称啊，这表示会不会代表着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解放军其实对歼35信心没有那么够？对，要不然你干嘛拿已经比较成熟的歼20来试验？你应该拿这个歼35来试验啊？怎么最后你又把这个歼20拿出来？所以歼35是不是号称是不是在这个状况上面有短板的缺陷呢？什么短板缺陷？大陆的军事博主讲的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哦，他们有在讲说，除了这个央视释出的这个画面之外呢，还有呢，它的性能跟它的持久性是不是真的那么强？据说那个军事博主讲，歼35在推力跟航程还有这个滞空时间，歼35它的速度可以达到时速这个2.2马赫，它的航程如果不加油是1200公里，如果加油的话，需要空中加油机要超过可以超过1900公里。但是呢，据说没有符合中国大陆解放军军方对于远程制空跟长时间巡弋的要求。根据推算，歼35在距离他们的航空母舰大概约900公里的这个地方啊，它如果能够实际投入作战的时间只有7分钟。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一样的时间和一样的距离的话，来看看歼20它有多少？1个小时，不差太多了吧？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持久性，它持久7分钟，它持久1个小时，差53分钟，你是航空母舰，你会喜欢哪一个来帮你？当然是持久的啊，等你7分钟我就被击沉了啊。所以当然这样的一个程度，大家就想，歼35你现在怎么已经退回到这个歼20的时代？所以歼35的状况真的是能够对得上美军的 F-35吗？那我们就来看美军 F-35。美军 F-35他们不久前也释出了说，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他们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帕图森河的这个航空站，他们由这个 F-35的空军的这个飞官在进行 JS1。JS1 是什么？就是一个联合模拟环境的一个作战的模拟器。那你看到他这个 F-35的飞官，他在这个模拟舱当中对着这个仪表板，然后还有他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试验？他在做中程僚机的试验。那中程僚机呢，英文简称叫 CCA。那为什么叫中程僚机？就是说有一架有人机，就是假设这个 F-35的空中飞官他在开着 F-35战斗机，那旁边会有好几架的无人机。那无人机呢，就是他训练的这个可以当靶机，也可以训练成是陪伴他的僚机。我们一般空军的训练就是有长机跟1号僚机、2号僚机、3号僚机这样去区分。那这些僚机呢，也几乎是由他来控制。那你在作战的时候，可以变成有人跟无人的一个协同作战的组合。美国海军空战中心飞行测试分处的指挥官埃文斯少将这个将军就说，美军就是不断的在测试这个中程僚机，希望
能够用这个 F-35，他们之前还用 F-35搭配 F-22，然后有时候是用 F-18跟 F-35来跨军种、跨平台来做这样的一个有人机跟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搭配试验。那无人机呢，它机上也有一些武装，它就可以被有人机去指挥、去攻击它的敌机。所以人家都已经在中程僚机都已经发展成这个 AI， 然后人工智慧的投入这样的一个实战模拟，你还在练那个到底是几分钟可以去救你的航空母舰？所以你这样一比较之下，大家不会傻眼吗？而且建平，我觉得里面最可怕的事情是，当今天 F-35已经把中程僚机训练已经玩得非常熟的时候，中程僚机的远射飞弹，可能比中国的一般战机还要准的。所以这个就是长程的这样的一个飞弹，4距外的那空对空飞弹。那如果人家这个有人机跟无人机是成熟的话，它的无人机就算牺牲了，因为中程僚机它就是可能要被这个有人的掌机所牺牲嘛。那飞到了它这个歼35的射程内、射程外好了，就算最后被击落了，没差，它还有掌机再去指挥。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讲，最近因为这个2025年刚结束，进入2026年的年初，大家就在讨论去年你有印象的10大的这个军事新闻或国防科技工业新闻是什么？在中国呢，他们是票选出第10大新闻，竟然是歼十 C1啊，这个他们的战斗机取得实战战果，引发全球关注。那证据在哪里？那自己中国大陆的网民呢，他就在讲证据呢，具体的战果是没有。问的话，你就把东西拿出来嘛，要不然问就是赢啊。那虽然巴基斯坦总理当时谢赫巴兹有说，巴基斯坦是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人家在作战以及作战后当然会这样讲。那后来2025年，就去年8月的时候，去年5月的时候，巴基斯坦也公布了这个法军的战斗机它的这个残骸，然后也在那个时候呢，也当地民众的影片也有说，这就是法军的这就是法国的战斗机，法制战斗机的残骸，法制战斗机。但是然后呢，你只有照片跟一些影片，你有没有那些这个空战的这个状况，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影片可能够佐证你们的这个歼十 C、歼11的这个它的系列的战斗机啊，真的是那么好棒棒？否则当民众都说证据在哪里，恐怕解放军一时半刻也拿不出来。廷辉，现在中国人都已经怀疑了，你中国到底有没有点实力？你不要只会吹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感觉，那种贫富差距那种感觉差的已经让我非常不爽。他们现在对于那种红二代已经有怒了。你看到这个中国红二代已经嚣张到一个不行。这个人叫什么？叫黄宇恩。他说：“我从小5、6岁，6岁就开始喝酒，然后开豪车，酒一大堆。结果他竟然曝光的是什么？空军参谋总部的红旗。”这在军中会出大事的吧？对，这可能是官2代，其实应该是官3代或官4代了。官4代啊！对，因为这个家里都是年轻人。因为最近来讲的话，在中国网络上炫富的大概都是这种所谓的年轻人，或是甚至红孩儿啊，你知道吗？红孩儿啊，那都是年纪非常小的。那你知道这个黄宇恩呢？他秀出什么东西呢？就是在空军参谋总部的红旗座车啊，另外还有这个官方的这座车，你看那个车牌哈，对，金 A 开头的。我告诉各位哦，金 A 开头，如果你在北京的任何路上，所有的警察都不敢挡你，因为要么是中央权贵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关的座车，是高官的，对，所以是大官。他为什么要秀出这些座车？其实你如果是挂金 A，甚至金 A8888的这种车牌来讲的话，那绝对是这个是权贵中的权贵哦。金 A8888，对，看到都要让路。对，所以那个空军参谋总部的这个停了2辆的这辆车，竟然他放在网络上哦，然后另外还还炫富哦，炫什么富呢？坐了私人飞机，对，你看他翘着脚有没有？坐那个私人飞机的这个座舱当中哦，然后呢，对，然后呢，重点是说哦，他呢，这个 IP 呢显示在北京还有美国，所以是往返美国跟北京之间。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了，那如果美国CIA 看到这个说，空军总部的这个座车竟然红旗座车可以拍到的话，那你会不会说帮我拍一些那解放军内部空军总部的相关机密给他们呢？所以这就形成说，为什么呢？很多泄密的机会，习近平不敢打仗的原因，事实上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这个透过红几代的、红3代、红4代的，不断的把这个讯息泄露到国外去哦。另外来讲这更夸张。有中国博主叫做这是个仙女儿哈，她的弟弟8岁，那8岁你知道他是刷卡不眨眼35500块的人民币
然后刷了什么东西？Chanel 的这个所谓的8岁的弟弟，你懂精品？哎，他你还给我拿买笔记衣服啊拿签单，对，然后他签名，哎，签自己的名字， 8岁然后就爽直接成这样眨眼都不眨眼的刷了35500块去什么？去买了这个香奈儿的这个衣服哦。另外来讲的话，还有什么？秀出他有一本这个收藏品，里面全部都是人民币，一张一张，你看哦，真的假的啦？里面都是钱哎，全部都是钱哦。那个小小的4岁哪来那么多钱哦？而且呢，完全都不遮掩哦。所以这个是中国现在的状况哦。另外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博主来讲的话，也秀出他的这个坐车玛莎拉蒂了。你看啊，但是呢，问题是他 IP 还在美国哈，那所以呢，又是一个。对，又是一个所谓的富几代的哈，然后到美国去，所以这个让人家很讨厌哦，所以也难怪乎很多的这个中国网友在网络上大骂这些人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